海岛礁石的缝隙里，号称来自外星的美食是什么？密集的黑蚂蚁如何烹饪成口中美味？低矮植物甲菊如何让滋味变得与众不同？秘境之地必有奇特食材，滋味之中自有大千世界。老广的味道之探秘。自古岭南多秘境，遥远的海岛，神秘的天坑，茂密的森林，人迹罕至的地方，隐匿着奇异丰盛的美味。老广们找寻追逐这些不为人知的珍稀食材，他们知道，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7、8月份的珠海外伶仃岛，被一趟趟客轮送来的游客打破宁静。吸引游人的除了美丽的海岛风光，还有几种大都市里少见的海产品：汁水饱满的狗爪螺，肉质结实的将军帽，以及鲜甜中穿透着一丝苦涩的苦螺。福建人叶志成自小就在海边长大，受父亲的影响，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桂山岛，从事苦螺的养殖。我们自己选苗的时候一定要留意，黑黑的呢就一定要留意了，因为这种头苗头回去长出来的苗也是黑的，对我们这个品质会有影响了。那像这种品种的呢就比较好了，长棱角的，颜色又可以，消费者就比较喜欢这种品种。对，我们下去了。别处收过来的小苦螺筛选之后，叶志成将它们投放到游人难以涉足的海岛周围。2年之后的苦螺，体重可达螺苗的5倍。07、08年的时候最多，最起码1年可以上到500万斤。现在已经基本上30万斤、50万斤都不到了。再不保护一下这个资源的话，我们以后自己都不知道靠什么为生了。6年前，叶志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，对万山群岛区域内的苦螺、将军帽、狗爪螺分阶段有序的保护性开采。将军帽，学名利螺，因螺壳形似中国清朝士兵的帽子而得名。狗爪螺是鹅颈藤壶的一种，其顶部尖尖凸起，分成数瓣，长得极像狗爪，因其特异的外形，常被称为外星生物。每年的6月至9月，正当采集季节，但叶志成总是忧心忡忡。你看这边呢，这么大的云又过来了，你看那边，估计是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。出海采螺，气候条件要求严格，只有在东风、北风、东北风不超过5级，并且退潮到一定高度时，叶志成才会让工人们出海。海岛的天，孩儿的脸，大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因为这天气，我们去哪里开工啊？去沙门啊，看一下嘛。沙门有段时间没去了是吧？有没有货打的？去看一下就知那我们道了。出发那边看一下了哈。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76个，很多岛屿之间相隔较远且无人烟，还保持着半原始状态。快艇出发半小时，叶志成和工人们到达三门岛。采挖将军帽与狗爪螺，必须要等海水退潮，每天的窗口期只有2、3个小时。今天是农历15，是海水潮落的最低点，窗口期比平时多了1倍的时间。叶志成和工人们趁着大好机会，加快了速度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将军帽，个头很大个，这个品质不错。这些将军帽在上面扒得很紧的，一不小心它就掉下去了，一定要用只手把它挡住。这个你看，好生猛，出头都在这里动，它现在想找个地方又栖住在那里了。将军帽一般通过腹足形成的小吸盘，紧紧吸附在海边潮湿的礁石上。
狗爪螺簇生于岸边的礁石缝隙里，一旦附着就终生不移，依靠爪子里的触须捕食海水里的微生物。狗爪螺是检验水质的好物种，越是污染少、人迹罕至的地方，长得越多，个头越大。也只有大个头的狗爪螺才符合叶之城的采集标准。你看这里狗爪螺这么多，我这狗爪螺太小了，还不能开采。像这个狗爪就品质还可以，比这个小的我们就肯定不能再打了。我们如果再打的话呢，这资源就很难保护得到了。哇，这个不错。一般像这么长的，里面肉就比较多，汁也比较多。胡连兵从事采集狗爪螺和将军帽10多年，基本上每天都要收获近30斤的狗爪螺和将军帽，是叶志成团队里最有经验的工人。哇，有个好大将军帽哦！这个最少要1年左右，一般有我这么大块不标准的，吃浪的地方长得比较大。我这个东西最怕就是浪，其他什么都不怕。今天收获还不错啊！哇，这个好大个，你看，这个将军帽完了2年半左右也才那么大，狗爪螺有70、80斤嘛，这个算大的了。很少的刮风了以后才稍微有一点这么大的。今天的收获很不错，采集的新鲜海产，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的。这么大个，你看打烂掉就可惜了。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，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，就整一锅都会臭了。这个就亮了，这种是价格最高的，颜色又黄，肉质又比较饱满，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。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，将军帽底部朝上放在盘子里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，隔水蒸3至4分钟。当肉与壳刚刚分离，也是口感最佳之时。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，浓浓的蒜味儿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。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，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，3、5片姜用以去腥。水开之后，再煮2分半钟，狗爪螺即可起锅。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，叶志成却能轻松应对。我们吃狗爪螺最好是拿起来从这个地方咬进去，把里面的汁先吸了，里面的汁是最鲜美的，然后再吃它这个肉。一天的辛苦让叶志成消除疲劳的方式，莫过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劳动的果实。孩子们的赞美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海洋秘境中的狗爪螺和将军帽，满足人们的是海鲜的鲜。另一种可以与之媲美的至鲜之物，藏在广西的山野秘境里。每过4天，乐业县周边的村民都会过来县城赶集。当地人都喜欢吃一种金黄色的蘑菇。同乐镇6围村村干部杨立波也趁着虚日来到市场，了解这种菌子的市场需求情况。一般是6月买到，外地人买到。哪里都买，我们6月比外地还起得多快。哎，这个还可以，就菌子，就是你们自己打下来的，从哪里打？我除了韶关啊、大理啊。广西乐业地处云贵高原，有近30来个大大小小的天坑，分布在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，被誉为天坑之都。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天坑里，便生长着这种当地称之为黄丝菌的鱼黄菇。鱼黄菇颜色金黄，常丛生或者簇生，菌盖卷起像喇叭，因此又称为金顶侧耳、金顶蘑。
其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，但野生鱼黄菇的产量并不多。杨立波早年在广东打工，2012年回到家乡当上村干部，看到鱼黄菇供不应求，他有了想法。黄丝菌野生的产量比较低，市场供应需求不够，大棚制式的话，它产量会提高。想要提高黄丝菌的产量，并非易事。杨立波决定请村里的杨立山带领，进山考察它的生长环境，并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其他山货。杨立山是退伍老兵，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。接到杨立波的邀请，两人趁着天未下雨，准备进山。慢一点啊！这个树过来了，都看到。想不到这个黄丝菌长在这个深山里、老林里面，走也不好走。快到了，这里面更有电了，这里头。那边呢？那边到这个。那我们去那边看。好。啊，这种天气找这个黄丝菌很辛苦这个。那个菌子一年只有3个月生，那一年只有4月，还有7月、8月，这个才能生，很难找的。山高林密，陡峭难行，阴暗的树林里碰上杨立山这样的山货专家，什么都难逃过他猎人般的眼睛。只可惜此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已经烂掉了。这个要多少天才烂？这已经烧个3天了，你提前来2天就可以了。那么多，你看上面哪里？走吧，走吧。不行了，这烂掉了。自然状态下的黄丝菌生长期很短，如果没有采摘，就会迅速枯萎。杨立山发现的就是已经糜烂的菌子。两人只能继续搜索，希望有所收获。哦呦，这么香啊！那个可能是黄丝菌的气味已经到这里了，我闻到了。应该有差不多了吧？还有可能有十几米吧，10几米路。慢慢走啊，村长。哦，今天应该有一点收获了。村长那里有啊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看见了，快点，那里。走慢点啊，村长。哦，有了，今天没白走。越来越香了。看见了，快点。哦，村长，真的多啊，蛮多。真的蛮好看哦。真香，真的。可以。两兄弟历尽艰辛，总算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黄丝菌。野生的黄丝菌除了水分要充足以外，其他生长条件近乎苛刻。这是拐角树，还有4样树，都是沙宝朗，还有朗树、相思树，它要枯死了2年以后才能生长。1天至2天只有这么大，到第3天呢，可能就这么大。过了3天，它又枯死了，掉了。采摘黄丝菌同样很讲究，慢一点，这用双手这种拿上来，不然它碎了，很珍贵的。这个黄丝菌放下去时候用胶布遮起来，不然它会碎掉的。今天采的只有10来斤左右，多的时候采了40斤左右。山区湿寒，民风喜辣，黄丝菌做菜味道一流。油热后，蒜蓉及辣椒爆香，洗净撕碎的菌子入锅爆炒，仅用少许盐调味，一道家常菜新鲜出炉。辣掩盖不住鲜，鲜又解了少许辣，
下饭下酒都堪称一绝。黄丝菌鸡汤是当地招待贵宾的菜肴。红枣与鸡块入锅炒5成熟，倒入开水及黄丝菌煮10分钟，一道香甜嫩滑的菌菇鸡汤大功告成。黄丝菌与鸡肉搭配，鲜甜加倍，加上少许的辣味儿，在山区既滋补驱寒，又不失待客之道。中秋佳节，家人团聚，兄弟俩借来叔父，就着自家酿的水酒，举杯换盏，自得其乐。肇庆羚羊峡风景秀美，西江水道繁忙有序，江边的文殊村是端砚古矿坑的所在地。早期时，杨文宇靠开采端砚原石为生，后来发现西江的河鲜非常受欢迎，于是在老家旁边开了个农庄，专卖西江里出产的河鲜。正逢暑期，游客如织，杨文宇忙个不停。哦，即係黑鯇係嘛？係咪黑鯇啊？未有。好多嘅，都好多客人打電話嚟訂餐嘅。一般就係訂蝦多，咁我哋以河鮮為主㗎嘛。肇庆境内西江段出产的河鲜类水产，历来被挑剔的老广所称颂，而西江河鲜中，河虾占据榜首。河虾喜欢栖息在水藻、草丛及石缝中，是优质的淡水虾类，其肉质细嫩，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。杨文宇农庄里的河虾，便是来自西江。嚟咯，上蝦咯，好，慢慢食喎，啊！平时，杨文宇会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收2次虾，但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多。中午刚过，他便叫上了儿子一起去河边收虾。杨文宇自小在西江边长大，用虾篓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。他通常把50个虾篓用1根主绳串在一起，称为一手。在浊浪滚滚的西江里，水清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的虾篓变得难以發現。呢間重嘅好呢度，咁太急水，所以俾嗰啲橫缸啊啲俾佢浸晒咗，所以要攬，所以攬到先有未知數嘅就係啦。杨文宇和儿子费了很大力氣，終於勾住了一條蝦篓的主繩。OK， 得咗，攬到啦，不過重。嚟兩間嚟，掹啲。個洪水帶咧起蝦係最難搞嘅，水流急呢蝦籠好難起，加上啲蝦又唔入籠嘅。季節最好就係過到8月15啦，即係水清嘅時候，嗰啲蝦籠比較多蝦。嚟啦，嚟嘢，有個，不過蝦到好細隻啫，10幾籠識得個3兩隻蝦，一手起齊個按照現在咁咧都係2、3兩嘅啫，唔會多。魚都有啊，我知。勤勞總會有回報。有時運氣也並不太壞，楊文宇的蝦篓裡總算有了點收穫。呢隻蝦犀利咧，呢蝦幾大隻係嘛？所以我哋西江就係蝦王就係咁出名嘅，知唔知道啊？3斤左右，今天都不算多了。河蝦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儿，置蝦於蒸籠，5分鐘左右出鍋。西江河蝦個頭比普通河蝦稍大，味道混合了鮮與甜。粗好點兒可殼與肉一起嚼，也可細細的剝殼踹食其肉。河蝦常見，河鮮中的一種大塊頭動物卻越來越少。中秋過後的太陽悄悄地變得柔和，
转眼已是凉风习习。此时的羚羊峡，青山绿水，山明水秀。杨文宇和往常一样，在江边收虾，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宝贝。哇！哎，個就犀利咯！哦，喂，咁大隻個河蚌，第一次見。現在西江河嘅河蚌越嚟越少啦，能夠整到個感覺，一等於寶噶啦，係啦。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、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砾中，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。每年的7月至9月，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，变得更易捕捉。河蚌营养价值很高，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，必須要仔細的處理。嗰啲肉咧，裙邊啊，同埋啲瑤柱可以食，個腮咧就唔可以食嘅。個裙邊咧係最爽嘅，啲肉疏疏食，咁啊瑤柱就比較鮮甜咯。睇嗰個圈啊，就知道佢有幾多年。咁一大圈咧就係1年，最低都超7年嘅。一般有6、7年先係最靚，好似嗰隻咁就有6、7年，啲肉質都比較係嘛堅實啦。河蚌的吃法有很多，蒸河蚌相对简单。蚌肉洗干净，切小块，放酒分水之后，加入姜蓉、蒜末及调料，提味去腥，再来一些紫苏叶，拌匀，腌制10分钟，直接用蚌壳盛放，蒸15分钟便可食用。蚌肉及裙边富有嚼劲，瑶柱自带甜味儿，其鲜不输海货。河蚌浸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。蚌肉分水之后，下油爆炒至干身，加入配料煮开5、6分钟后放鸡块，滋补养生的河蚌浸鸡大功告成。馥郁的浓香味袭来，让人不知今夕何夕。蚌肉弹牙，硬度刚刚好，鸡肉鲜甜，脆嫩爽口。忙完晚事之后，杨文宇及家人才能一起坐下来吃晚饭。虽然时间晚了点儿，但是身心放松，其乐融融。美味的河鲜带给人们的是身心愉悦的体验，而山林里的黑蚂蚁，很少有人把它和美食相提并论。实际上却是另一种难得的味觉体会。在河源东源县，有一道甜品，黑蚂蚁化身美味精灵和银耳搭配成汤。冰糖银耳先煮开，放入蚂蚁及红枣炖煮3至4个小时后，汤成。这道甜而不腻的甜品，老少皆宜。黑蚂蚁算就地取材，但搬上餐桌却考验智力和耐力。11月，北方朔风正急，南边的广东还是艳阳高照。这天趁着天气晴好，一大早，武红兵就邀约上李东新一起上山。武红兵是云南布依族人，在河源打工近10年，多数时间是在山上转悠。本地人李东兴也有跑山的爱好，两人一拍即合。这个路太难走了，这个路。是吧？这边蚂蚁应该会比较多吧？啊，是。原来李东兴想要找的是蚂蚁，转悠了小半天，在一条山溪的旁边，似乎有些动静。哇，这里好多嘞，10仙桃嘞。是啊，很多啊。哇，这里有一堆，师傅。好，这个。蚂蚁没找到，草药倒是收获了不少。这时武红兵有了新发现。这个是望远镜，这个是用来找蚂蚁窝，看远处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容易找一点。哇，对面上有个窝，蚂蚁窝。那里有个窝，那里。是啊，那里有一窝。在松树上面。哎，这边也有一窝，还有一窝。
李东兴和武红兵要找的黑蚂蚁，又叫拟黑多刺蚁。黑蚂蚁以树枝、树叶、草屑及菟丝物混合做巢，巢穴一般建在靠近水源地的树上、草丛里或者废弃的建筑物上，用以防止被积水淹没或者躲避天敌，保证巢穴的安全。东源县河湖沟岔众多，在水边的植物上，蚁巢随处可见。两人决定就地开工。因为蚂蚁会有人这样子搞起来，这样安全一点。哇，好多！黑蚂蚁食性很广，是杂食群居的社会性昆虫。夏季是黑蚂蚁繁殖的高峰期，以后基本上每天都会产卵。据统计，一窝蚂蚁其数量可以达到近5万只。低矮灌木上面及草丛里的蚁巢，摘除起来比较方便。想要拿下树上的蚁巢可不容易。这窝不是很多，这窝还是有点的。真的收获还是不错的，4、5斤吧。这样的话，把它那个壳搞掉，钻在里面的蚂蚁，然后就全部出来，也好处理了。它是躲在这个里面不出来的，你要把它撕干净，抖出来。撕开巢穴，很多躲在里面的蚂蚁会跑出来，但是黑蚂蚁的个头实在太小，要想把蚂蚁们从窝里分离出来，李东兴和武红兵开始跟蚂蚁们斗智斗勇。这个工具是清理干净那个蚂蚁窝的，把它放进塑料袋里面去。蚂蚁爬上这个塑料袋的时候，它会掉下里面去，这样子呢就分隔那个蚂蚁窝啦。然后我们给这个袋口上面抹一点油，让那个蚂蚁爬不上来。这个是花生油、菜油也可以，用风机把它吹一下。一加热的话，因为蚂蚁怕热嘛，加热的话蚂蚁就很容易跑出来。这样子就分离得快一点。基本上是很干净的了，有1、2两吧。分离出来的蚂蚁还不能直接使用，先要蒸熟，再挑拣出细碎的杂质，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。这个里面最主要有树枝、杂草。还有蚂蚁窝里面的东西。这样子一般挑这个蚂蚁要1个多小时来挑，一次就大概半斤左右吧。从蚂蚁窝把它挑干净，最少要4只左右。你去抓蚂蚁？去山上抓的蚂蚁。黑蚂蚁一直都是药食两用的材料。可以和猪肉搭配做成蚂蚁肉丸，五花肉剁成肉末，黑蚂蚁用瓦片炭火焙烤，稍稍碾碎，与肉末混合，捏成肉丸炸熟，加水及调料烧煮，收汁即可装盘。猪肉香甜弹牙。蚂蚁焦脆又沙感，形成2种截然不同的口感。黑蚂蚁与银鱼搭配是很有新意的下酒菜。油锅烧热炸熟银鱼，加进蚂蚁混合，香气氤氲之际捞起，在蛋液里拌匀，下锅炒至蛋熟，色香味俱全的黑蚂蚁银鱼仔起锅，趁热时吃。银鱼和蚂蚁焦脆，鸡蛋绵软，风味独特。李东兴和武红兵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做成黑蚂蚁银耳汤招待朋友，释放1天的劳累。老广们探究饮食末梢的食材，在探索中维系人与自然的融洽。柔韧鲜美的鱿鱼，便宜又实惠，往往是家庭聚餐海鲜类的首选。鱿鱼去其内脏，切花刀，斩小块，
蒜姜拍碎，用油爆香，下鱿鱼，爆炒2分钟起锅。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立刻成为餐桌主角。鱿鱼鲜美，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，不是艰辛2字就能概括的。4月，正是广东上空冷热气流角力交锋的时候，阳江海陵岛云雾霏霏，远处山头时隐时现，港口里各种渔船停靠有序，等待出行的信号。但是张有许和父亲张良发却没工夫赏景，父子俩这段时间心情沉重。喂，你試揸下個，有冇早開喎？鬼天氣喎！一煲啊大煲魚。哎呀，冇計嘅，冇早得開。离休渔期还有不到10天，张家父子本想趁着禁渔之前多捞点渔获，但天气并不随人之愿。6级以上的大风、雷阵雨都不能出海。北方那个月亮干、月亮很圆的话都不行，水流很急也不行，就没有鱿鱼。张有许说的鱿鱼，又叫枪乌贼，在中国南海，每年的4月至9月是鱿鱼的旺季，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等待来年。湿润的南风吹散了雨雾，太阳从云隙中露出朦胧的笑脸。气候条件并未达到最佳时机，但渔民们早已按捺不住，催着钢铁巨兽陆续驶离港湾。张家父子也决定冒险出海。1个多小时的航程，渔船到达预定地点，张家4人便忙碌起来，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。张良发跑船已有40-50年的历史，靠着吃苦耐劳养活了全家人。7點就着燈，9點鐘下網咯。有時有10頭幾擔，有幾百斤魚有。30歲的張有許像這樣跟着父親出海捕撈已有10年的時間，船上作業經驗豐富。這個是海底燈，那水底發光，照魷魚哦。海洋中的許多魚類，包括魷魚在內，都具有趨光性，所以漁民會在船上裝上許多大功率的燈泡，用燈光吸引魚群靠近，再用網捕撈。夜幕降臨，點亮燈光，捕撈作業開始了。沒過多久，今晚的第1網魚就出水了。這個魷魚啊，很新鮮，還會發光的，藍藍的。全家人勞作整夜，下網5次，但收穫並不多。一共有2000斤，不到3000斤。平時撈最多嘅有2萬多斤啦。太陽東升，張家漁船收工返航。碼頭上買魚人早已在等候，張家父子又是一番忙碌。一夜的辛苦，最好的犒勞自己的方式，便是以新鮮海產入饌。入鍋煮3分鐘，就着薑末蘸料，更增添魷魚的鮮甜。同樣是魷魚，汕尾人的喜好卻不一樣。陳喜平本在深圳工作，後來辭職回家，包租漁船做海味乾貨買賣，賣得最好的便是魷魚乾。這個魷魚去掉8-9成的水分呢，就剛剛好。這個鮮度呢也剛剛好，吃起來這個口感也是剛剛好。早期時，海邊漁民捕撈到的漁獲一下子吃不完，
只能晒干或者腌制成干品，利于保存。这种传统沿用至今。刚捞上来，趁着这个鱿鱼的清香，把它杀了，然后去掉内脏，到时候晒起来就鲜甜。9月初的太阳，减了几分夏日的暴力，增了几分秋天的柔和。码头边房前的空地上，家家户户忙着晒干货。陈喜平船上晾干的鱿鱼，也在这里沐浴着初秋的阳光。鱿鱼晾干水以后，来到工厂这边晒太阳，一般要晒2、3个小时。这个鱿鱼啊，外面晒到50%的时候就要拿进来了，因为觉得外面暴晒的话温度太高，会把它晒焦，它的水分就出不来，转移到这个室内，加点温度，让它自然的风干。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，除去了大量的水分，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，从而也更加鲜美。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。一个小碟倒入酒精，开始烤制鱿鱼。机上火焰旺盛，杯中茶水清香，3、5好友热络，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，各种滋味令人难忘。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，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。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，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，倒入鱿鱼炒匀，焖煮2分钟。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，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，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。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担汤，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，放入豆腐和瘦肉，鸡蛋锅内拌匀，再加入珍珠菜，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。不同的肉类一起煮，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，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。这道汤虽然简单，但是色香味俱全。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，汕尾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，而一种常用的灌木，为湛江人探索滋味世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。呢個改進好多啊！而家加咗個吉撈上去啦，嗰度。9號台白鴿吉撈飯，香茅價，係。白鴿係一個好健康嘅食材嘅，每一日都有好多客人來嗰度食白鴿㗎。李廣珍是連江本地人，2017年在廣西陸川和朋友一起飼養鴿子，鴿場規模越來越大。为了解决鸽子的銷路，李廣珍干脆在当地开了一间鸽子餐厅。但要把鸽子搬上餐桌，对于动物营养专业的他来说，是一个新的挑战。为了把鸽子做得好吃，李廣珍帶着團隊考察了全國60、70家吃鴿子的飯店。白鴿呢有傳統好多種食法，我哋當地有一種叫吉撈魚。吉撈呢，喺我了解中呢，就係當地只係煮飯。白鴿一齊煲飯應該都比較好啊！粒白鴿粒吉撈煲嘅，可唔可以換成煲仔煲嘅？梗係好啊，梗係更加香，係更加味道。係。蛤蜊，連江地區較常見的一種野生草本植物，多生於林下或者村莊旁邊的濕地上。蛤蜊有一種特異的香味兒，有些地方把它用作香料，和紫蘇相提並論。當地人把其葉包進粽子裡，成為搶手的餐食。一大早，李廣珍就和叔叔溫建祿一起去採摘蛤蜊葉。哇！嗰度有好大片嘅吉撈啊！係啊，而家好少有咁大片嘅吉撈葉。係咯。緊佢嗰啲嘅葉啊、個花啊都要採翻嚟喎。係啊，個葉係比較厚嘅咧，個味道就比較濃啲。
一定要青綠。我哋連江地區嘅話已經有成千年嘅歷史㗎啦。好香，根咧唔係勁，佢個味道比較濃啲。我哋可以攞碗煮湯，呢個葉係比較大塊啲，我哋可以包嗰隻吉撈牛肉片。葉咧嫩一啲，我哋攞嚟煮飯。番咧佢個味道比較好嘅，我可以做調味劑，所以成個吉撈都係寶啊！对于李广珍来说，哈楼全身都是宝。它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出现的历史很久远，但如今早已不像原来那样，能在树荫林地里随处可见。这也正是李广珍一直担心的情况。原來嗰種急嬲呢，到處都係。佢話城市擴建、農村三改，而家搞得好少好少。哈楼的现状不容乐观，但它的枝干多节，如果枝干接触泥土，则每节都可以长根。这点特性还是让李广珍感觉很欣慰。呢啲係比較田生嘅，有一徑走度嘅話，佢就可以生長成片噶啦，繁殖能力相當強嘅。摘咗更多夠啦，我哋翻去啦。係啊，係可以整咗整比賽啦。係。采摘回来的哈楼叶必须经过细致的清洗才能做菜，清洗有窍門。選擇個葉咧一定要完整。沒有蟲或者其他缺口，好似呢啲就唔可以用噶啦。因為嗰啲葉係野生嘅，佢將外邊有好多塵同埋雜質，只有緊係兩個葉一齊搓下，佢會搓得更乾淨啲。我哋搓完咗之後，仲過咗3片清水先可以代煮菜。哈楼叶切絲剁碎，入鍋炒至脱水備用。鸽子肉飞水炒至80%熟，泡过的大米混合哈楼叶，猛火煮5分钟。鸽子放进沙包，文火煮20分钟。焖焗2分钟后开盖食用，浓浓的异香，鸽子的肉香纠缠在一起，饭粒软糯，鸽肉松软，哈楼叶与米粒混杂，难舍难分。哈楼鸽子饭最宜趁热，凉了就只能抓住异香若有若无的尾巴了。哈楼牛肉饼是较传统的利用哈楼叶的一道菜。牛肉剁碎，虾仁及熟土豆压泥混合成馅儿。哈楼叶剪成圆形，背面夹着馅料拍平，沾上蛋液入油锅炸至金黄。肉饼外酥里嫩，外层的蛋液及叶子咬下去酥脆作响，哈楼叶的香味儿混合着馅料的味道，充满整个口腔。立冬节气，李广珍回老家看望奶奶，少不了鸽子与哈楼的助兴。大千世界，滋味无穷。爱吃、懂吃、会吃的老广们，为品地道真味，觅山水，寻野趣，上山下海，百般求索，幽僻秘境，涉险猎奇，探秘的脚步，创新的勇气，从未停息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。